如果想要成为主宰印度洋的大国和强国，那就要求有着雄心壮志的印度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。但印度在军工方面的不靠谱，那是全世界都出了名的。就在前不久，印度的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在经历了近10年的建造后，开启了第2次下水测试。而且同第1次测试相比，这次维克兰特号的甲板上依然空空如也。这虽然并不能说明印度海军的实力究竟是如何的，但足以从侧面反映出印度本土军工不堪大用。不过，对于印度海军来说，最近也不是没有好消息的。在10月30号，印度海军官方在推特上证实，由孟买马扎冈造船厂建造的首艘 P-15B 型，当前已经交付给了印度海军。对于 P-15B 型驱逐舰的加入，印度海军表示，他们的雄心壮志正变成现实。P-15B 将是印度海军追寻装备国产化的一大进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该消息一经公布后，印度的网友们也是狂喜，甚至还称 P-15B 是印度版的055大驱。但实话实说，真不知道印度人怎么好意思舔着脸说 P-15B 是印度版的055。要知道的是，下水整整6年后，印度首艘 P-15B 驱逐舰才服役，而且 P-15B 对比之前的 P-15A 也只是小改而已。印度方面只是对 P-15A 的船桥、机库和甲板的垂发台做了一些小修改，装备配置、雷达配置基本相同，排水量也依然是7500吨。可就这些小改动，印度仍然为此花费了40亿美元，而且花了这么多钱，综合战力甚至还不及我军现役的052C。据了解 ，P-15B 型驱逐舰装备有16个大尺寸的垂发装置，用于填充布拉莫斯反舰攻地导弹；32单元的小型垂发装置，用于填充巴拉克防空导弹。虽然使用的 S 波段有源相阵孔雷达还算先进，可舰炮装载的还是76毫米的小米枪式舰炮。无论是比电子雷达还是火力、隐身性能等等，052C 都完爆 P-15B。所以有时候真不知道印度人到底哪来的自信，竟然会用 P-15B 跟055对标。简单来说 ，P-15B 就是个万国牌驱逐舰，而且单凭这个舰的外观就能清楚，它的隐身功能肯定不咋地。不过看看那密密麻麻的装备，的确也是不得不佩服印度人。毕竟这么多国家的装备要融合在一起，绝非易事。就这个制造能力，那得看跟谁比。比如与英国相比，那建造能力确实还是印度要强上一点的，但是跟中国比，那差距就非常的大了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中国在太空领域上可谓是崭露头角。在中国向太空成功发射卫星后，外界对中国投来的大多都是善意。可能到这里，有人会问，为什么是大多数？显而易见，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势力一直在太空领域对中国投以恶意，并处处阻扰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发展。而现在，中国打破了美国的束缚，实现了突破。在这一情况下，美国等势力怎么会高兴得起来？更不用说是夸赞中国了。果不其然，美国又暗地里下小绊子。据悉，太空中正在上演着一场躲猫猫，两国卫星正在暗地里进行较劲。原来，美军卫星偷偷逼近中国卫星，想要实施相关行动，但这一计谋立马被识破。众所周知，无论是空中出现的两国飞机，还是海上发生的以舰对舰，都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挑衅。而一颗卫星打算绕着另一颗卫星并进行相关行动，自然也可以有同等的解读。更不用说，还是这种未得到对方的许可，单方面进行不合理行为的举止，更是将叫嚣放在了明面上。毕竟在太空之中，美方的行为很有可能会引发卫星碰撞，并带来严重的后果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在美军卫星逼近的时候，中国卫星做出了迅速反应，让整体场面情况发生了反转。美军空间卫星美国271想要接近我国实践20卫星，却被后者轻易化解，并将两者的距离快速拉开。而美军卫星这一滑稽行为，简直就是投机不成18米，活活让外界看了个笑话。一方面，美国271前来挑衅中国卫星，却没想到后者直接实现了闪躲，其强大的变轨能力让美国卫星反应不过来，慢了半拍。另一方面，实践20卫星还是中国最重的卫星，这么快速的反应更是在打脸美国卫星，直接让后者感到难堪。美媒更是火上浇油，将这一窘境直接暴露到国际上。美媒发出感慨，中国卫星的变轨能力非常震撼，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在未来的一大优势。在一定程度上，中国卫星的变轨能力远超于美国卫星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个方面，美国卫星甚至可以说是落后中国卫星太多。毫无疑问，这句话一说出来，美国的脸恐怕要被打肿了。毕竟到被自家媒体挖苦的地步，真的很难让人收场。对此，国人直言干得漂亮。事实证明，硬实力才是硬道理。
中国卫星的能力已经让美媒感到惊讶，而有了美媒的这个开头，美国从内心感到震撼的场景还会远吗？近一段时间，法国因为核潜艇一事闹得沸沸扬扬，甚至是一言不合就开撕。马克龙更是表现出了硬气，明面对英国、澳大利亚一点也不客气，直接就是放出狠话，并用行动进行反击。而对于罪魁祸首的美国，法国虽然不敢明面上硬着头皮干，但是在暗地里使出了一些小把戏。现如今，这件事情发生了反转。据悉，面对美法间的危机，拜登终于做出了回应。拜登称这个行动不是本意，完全是因为不正当之举，才导致了法国对于美国的误解。毕竟在美国心里，法国一直都是重要的盟友。在美国的好言相劝一下，法国也一笑泯恩仇，将美法两国间的冲突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两国在进行互诉肝肠的时候，还讨论了中国。在印太领域问题上，双方达成一致，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印太领域的影响力。而在对华问题上，美方一直坚定认为，与中国保持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才是最佳选择。很明显，法国刚和美国握手言和，有脸就想应对中国。法方虽然不会和美国一样对华不直接发生冲突，但很有可能会在背后使小绊子。而马克龙这番行动，当即被指出简直就是在丢人现眼。面对拜登的一声道歉，法国又忘了教训。谁不知道法国现如今的窘境，归根结底就是拜美国一手所赐。在面对美国的一声呼喊，法国又急忙跑上去，上赶着抱大腿，整个场面直呼辣眼睛。法国崩形象太快，往日的英气形象在这一刻荡然无存，仅剩一个怂包形象。但是马克龙显然忘了一点，美国如果是真想要道歉的话，何必要等到现在呢？毕竟这件事情已经发酵了这么久，美国才想到要解决问题。这里可以反映出两点：其一，法国对这件事情一直紧咬不放，但从英法矛盾更加恶劣上看，就能看到法国态度了。在这个争端以下，美国或许是不得不站出来，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其二，美国还需要欧盟的势力。在法国控诉美英澳时，欧盟的杠杆明显是倾向于法国的。如果因为这件事，美国和欧盟结下怨言，才是最不划算的。只是美国给出的合理解释，没想到法国信了。毕竟这样的话，在众人眼中就是敷衍。事实证明，所谓的硬骨气也不过如此。大家终究是高估了法国，可能法国心里也明白美国的敷衍，但是还是顺着这个台阶下了。不过，法国如果还是选择深陷美国制造的困境中，最终的结局可想而知，注定是要被当枪使。近期，以色列国防部宣布，以色列空军正在针对空袭伊朗的核设施进行训练，并展示了挂载全新大幅副油箱的 F-16I 战斗机。面对以色列的挑衅，伊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空战演习，展示了伊朗空军米格29战斗机的作战能力。这些战斗机是1990年代初从苏联购买的，是其机队中最现代化的战斗机。伊朗空军目前拥有2个米格29中队，型号为米格29AUB，这是米格29序列中最为基础的型号。米格29A 最早于1982年首次在苏联空军服役。除了2个 F-14熊猫中队外，它们是伊朗空军中唯一能够进行远程空对空作战的第3代战斗机。除了从苏联交付的飞机，空军还从伊拉克获得了4架米格29。这些飞机是海湾战争时期从伊拉克逃跑至伊朗的。伊朗原本计划在1990年代购买更多的米格29，但之后苏联就解体了，而美国也一直干扰伊朗从俄罗斯获得米格29。尽管伊朗利用自己的技术对米格29进行了升级，但这些米格29依然无法发射最新的 R77 主动雷达制导空导弹，只能使用老式的 R27白杨导弹。当然，米格29还是拥有不错的近距格斗能力，搭配头盔、瞄准具和 R73空导弹，依然可以近距击落敌机。根据伊朗媒体的消息，伊朗空军的 F-14已经被优先分配去保护伊朗的核设施，而伊朗首都德黑兰的防御则严重依赖于这些米格29，它们过去也被用于护送贵宾飞机。该战斗机的航程相对较短，但由于其维护要求比 F-14更低，因此战备率反而要高得多。但随着以色列空军获得越来越多的 F-35战斗机，伊朗的空防已经显得越来越薄弱。为了对抗以色列空军，伊朗已经开始选择新一代的战斗机，俄罗斯能够提供苏30 SM和米格35战斗机，而中国可以提供歼10和枭龙战斗机。相比较之下，俄军的都是双发战斗机，具备更远的航程和更长的巡航时间，但中国战斗机的航电设备最为先进，单发的使用成本也较低。另外，中国的空导弹的性能也更好。目前还处在封闭状态的伊朗资金还是比较欠缺，但中俄两国都已经表示，不管西方是否封锁，中俄对伊朗的军售是一直顺畅的，不受影响。伊朗选在此时展示武力，虽然是为了
了回应以色列的空袭威胁。伊朗此刻正在继续生产高浓缩铀，以色列官员曾多次警告说，即便困难重重，以军也会选择对伊朗发起攻击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。而伊朗也绝不会屈服于以色列的武器威胁。无论是伊朗空军还是革命卫队的防空部队，都已经做好了迎击以军的准备。相信大家都十分的清楚，人造卫星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技术之一。从通讯、导航、气象，不管是人文还是军事方面，我们都离不开卫星。一旦哪一天天上的人造卫星被一一损毁，那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必将造成极大的困扰。不过，好在大多数卫星都被部署在距离地球2000公里的低轨道上，基本没有受到伤害的可能。到目前为止，拥有反卫星能力的国家也只有美国、苏联以及中国。但是，真正把发展反卫星能力摆在明面上来说的国家只有美国。不过，美国人发现，虽然我们没有攻破太空站稳健，起步也较晚，可在这方面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。美国军事时报在10月30号曝光了一则中美在太空上的暗战。据了解，事情的起因是来自于美太空军秘密研制的太空监视卫星美国271。当时，美国太空军试图将这一监视卫星接近中国最重的卫星实践20，但结果却令他们大吃一惊。在美太空军有意识的操纵下，美国271故意改变轨道，紧贴实践20，并保持平行飞行。两颗卫星一起绕地球飞行1周，也就是24小时左右。然后实践20开始变轨。毫无疑问，中国卫星的这一反应直接就令美国太空军难堪了。不过，在美媒的渲染下，美卫星偷偷逼近中国卫星的行为却成为了正当做派。在美媒看来，美国271之所以贴近实践20，是害怕我们利用机械臂抓取美国的卫星，所以美太空军要先发制人，搜集到足够多的信息。不得不说，美国人的这一解读真的是令人莫名其妙，给了人一种美卫星技术落后于中国就公然耍流氓的感觉。要知道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赞成禁止太空军事化，但美国却对此置之不理，坚持成立了美太空军这一军种，研究一系列反卫星武器技术，针对别国空间利益展开攻击。可现在抓了一些凭空捏造的痛脚，却反过来指责中国不该利用太空来威胁美国利益。确实，中国是没有公布太空站相关方面的文件，可中国对太空进行的科研探索行为都是透明的。长期以来，中国都在和平利用太空，并且一直反对太空军事化，但美国却屡屡破坏中国的良苦用心，一直在大力发展各种先进的太空武器，试图实现太空军事化。毫无疑问，美国才是太空和平的破坏者。中美太空暗战完全就是美国主动打响的，中国只是被动应对的一方。